我到底在跑步的时候是要把下巴、头部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那一直有提到的，我们下巴其实就是放松的，平行地板，眼睛直视前方，就是呢我们在摆臂的时候，往我们的身体的中线超过。过中线的情况下，会造成下肢的旋转过多，导致下肢的受伤几率发生哦。重心要前倾，适当的前倾帮助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向前的一个动力，所以我们在跑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在过度的前倾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让我们的臀部留在后方，你就会这样，会变成是坐着跑步，后勾跑，往后勾的时候膝盖是朝下的，这会有碍于你向前的动力。过度推蹬。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模式啊，反而会让你的动作的体能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嗨，大家好，我是光头，欢迎收看《到底跑了没》。你听过配速吗？或是你知道配速，却老是没办法把速度配稳？配速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1公里的时间，比如说1公里跑4分整，那就指的是你每公里的配速是4分；1公里跑5分整，指的是你每公里的配速是5分。那其实呢，不单单只有1公里的配速哦，你也可以更细分为田径场的400公尺的秒数。比如说1公尺的4分呢，就像是我们田径场1圈400公尺跑96秒，5分就是1圈跑120秒。首先我们要可以准备的是我们的手表，或者是你的手机。因为我们今天会教大家如何设定手表，以及认识田径场。最后我们会带大家实际操作，以及我们在操作当中有一些注意事项会来教导大家的哦。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吧。走。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来进入到设定手表的阶段呢。总共呢，我们会有2个页面。第一个页面呢，主要针对有氧慢跑或者是长距离慢跑所使用。它的栏位呢会有计时器、总距离、单圈配速以及心率，因为我们在跑这个课表当中啊，你的长距离或是慢跑的时候，你的课表可能会是10公里，或者是60分钟，那甚至你可能会对应到你的配速。那大家可能比较不太知道的是，为什么是用单圈配速，而不是用它的 pace？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的差异性是 pace 指的是你当前的配速，而单圈配速指的是你每公里的平均配速。那当我们在进行慢跑训练的时候啊，我们反而呢不希望你使用当前配速，原因是因为当前配速的数据会一直有波动。比如说你原本是要跑5分半，它可能一下跳到5分35，一下5分40，又一下5分45，因为它是依照你当前的状况。可是呢，如果今天呢你用单圈配速，它可能就会落在5分32、5分31、5分29、28这样子范围比较小的一个配速的一个落差值。那通常啊，我们心里啊，如果看到这个配速有太大的变化，其实都会影响到你当下的跑步的感觉以及动态。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使用单圈配速，而不是用配速的原因。那再来呢，就是你有在监控自己的心率的话，你就可以设定心率的栏位，然后依照我们的储备心率法来监控你自己，不管在轻松跑、马拉松配速。好，半马配速的乳酸阈值的强度的一些心率区间，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监控方式。那这是我们页面1的部分，针对慢跑以及长距离。那接下来页面2的部分呢，就会针对我们的间歇跑以及田径场配速跑。页面2也是我们今天呢会特别使用到的一个体感配速的训练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听仔细了。页面2我们会设定的是单圈距离、单圈时间、心率以及完成圈数。那什么是单圈距离呢？指的就是说，你1圈跑完之后，如果你按下 lap 键之后，你的单圈距离就会更新，它就会记录你的新的一个圈数的一个距离哦。单圈时间一样的道理，当我们今天跑完400公尺120秒的2分钟之后，我按下 lap 键之后，它就会记录这个120秒，从0开始，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时间来去规划说你的间歇训练以及你的休息时间，以及你下一次的间歇训练的一个对照。这个是我们在使用间歇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时候观众可能就会想说，教练，什么是 lap？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手表的操作，会教大家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 lap 键哦。好，现在呢，我们在我们的首页的位置，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进入到跑步的页面。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左边呢，它有一个更多的选项，我们可以按住中间这一颗，那进入到我们的跑步设定。右上角，然后接下来呢就会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资料画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页面设定。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出现你的手表的栏位，你可以按上右上角这一颗去选取栏位配置。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配置的方式。好，那通常呢，我们都会习惯的是使用4格的配置。那当你按下去之后呢，我们再按一次右上角，进入到资料栏位。那设定的时候呢，请你按下去右上角这一颗，你就可以选择计时栏位、心率。那我们按下心率，确定我们的是心率栏位就没有问题喽。那计时器的话，我们一样按计时栏位，距离我们就按距离栏位，然后单圈配速我们就进入到配速栏位，按下这一个单圈配速，我们就按一个右下角的 Back， 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页面1。那设定完页面1之后呢，帮我按左下角这一颗。往下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有一个第2格的页面2。那我们一样哦，可以设定我们的资料栏位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找到距离的位置，然后选择单圈距离，然后找到时间栏位，计时的计时栏位，一样我们找到我们的单圈时间，心率，找到心率栏位。那最后呢，我们的圈数呢会在我们的其他栏位的位置，然后我们找到完成圈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跑步画面哦。我们跑步画面这边的这个位置呢，帮我按往下，往下呢，你就可以选择你今天是要进行的是有氧耐力训练，还是慢跑训练，或者是你是页面2的间歇训练。我们今天要操作的是我们的体感配速的田径场训练，所以我们会使用到我们的页面2。那在页面2的同时呢，我们就会帮我按下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我们的单圈时间正在跑动当中。当我们按下右下角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 B 上面1指的是分段1，中间指的是 lap time 分段时间，然后最下面指的是总时间。那这个时候你发现呢，刚刚是13秒，那经过这个闲置之后呢，它就会从8秒再开始继续。那其实我们就已经完成了1圈的圈数。好，现在我们单圈时间跑到21秒了，我们再按下一次 lap。分段2，我们刚刚上面的分段是23秒，加上我们刚刚第1个分段，总共就会有37秒。我们举例来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400公尺120秒的训练，按下我们的开始，我们现在开始400公尺的跑步了。好，那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进入到终点的时候，我就会顺势的按下右下角完成第1个400公尺，然后我跑了120秒，总共时间120秒。那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120秒的休息，等于是跑一个120秒的休息，同时原地休息120秒。所以休息时间到，我们就会按下去，分段2休息的120秒。那加上刚刚的总时间应该就会是4分钟，以此类推，这样子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间歇训练以及我们的休息时间的搭配。这个是我们在手表当中的页面2的设定哦。那以及教大家如何使用 lap。那现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就会进行田径场的介绍，我们出发。那在这个正规的这个田径场呢，在国际认证当中，它的内圈呢就会是400公尺。那在这个400公尺呢当中呢，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终点。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条1、2、3、4、5、6、7、8就会是我们的终点。那它同时呢也会是我们的10000公尺的一个起跑点的一个位置。好，那所以其实呢，基本上啊，我们很常会进行400公尺以单位的课表，比如说400、800、1200、1600，我们都会从这边作为起点来进行起跑。我们刚刚的页面2是没有配速的，为什么？因为在田径场训练的时候，你的时间就等于是配速。比如说我们在跑这个田径场当中，有一个东西永远不变，叫做距离。所以意味着，当我今天400公尺跑96秒，我就可以换算出我每公里的配速是4分钟。换言之，如果今天我的1圈是跑3分钟，也代表的是我的每公里的配速是跑7分半。透过每一个100公尺呢，我们可以检视我们自己的配速，来帮助自己更有效的训练配速的能力哦。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准备你的手机。你的手机呢，帮我进入到你的码表的功能，帮我按下开始。那我们的手表也跟着按下开始，从0开始 ，Go。噔噔，现在我们进入到了第1个100公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弧线，这个弧线呢，指的就是我们的1500公尺的起跑线，同时呢，也是我们从刚刚的起点到这边完成第1个100公尺。那我们在第1个100公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一下手表，看一下我们当下的秒数是多少。为什么？因为呢，第1个100公尺呢，指的就是说你目前正在进行的速度。如果你不看表，你就会快则快，慢则慢。你原本的配速可能是跑的是45秒，那你可能跑40秒，没有看表，你当然会用40秒的体感继续往前跑。换言之，如果你跑50秒，那你就会用50秒的体感继续跑。所以第1个100公尺呢，对于我们而言来说是检视配速。
确认秒数来知道说我们的配速是不是在达到的目标上。那假设如果呢你真的不小心第一个100公尺超速了，或者是变慢了也没关系。重点呢，大家记得啊，你过去式的配速就是过去式，重点是在于你后面的修正能力。很多人都会有想要补救的心态，比如说原本设定每公里是5分数，不小心第1公里跑成5分10秒，结果第2公里就冲到4分50，那你还是要回到5分数啊。所以在这样子补救心态快慢的过程当中，反而会消耗掉你没必要的能量哦。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去学习配速的重要性。所以如果第一个100公尺超速了，请你进入到第2个100公尺的时候，赶快找回你原本目标设定的配速。那我们现在就往第2个100公尺出发吧 ，Go！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2个100公尺。而这一个第2个100公尺呢，也对于我们跑者而言非常重要。你要去看一下你的时间，因为呢，第2个100公尺呢，它可以对应到我们的对角线，也就是我们的400公尺的位置。刚好呢，我们就可以去预估配速。刚刚第1个100公尺提到的是检视配速，第2个100、200我们是预设配速。比如说我到这边跑了2分钟，那我是不是可以预设我可能到对侧的时候是4分钟？换言之，如果是跑90秒，到对面的话可能就是3分钟。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预估你400公尺完成的配速哦。那这边呢，同时也会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弧线，它也会是我们在长距离5000公尺的起点哦。那接下来就往第3个100启动喽，来 Go！ 好，那进入到我们的第3个100公尺了。那大家同时也会看到，我们这边呢会有一条直线，它刚好会对应到我们的100公尺的直线冲刺的一个起点位置哦。那第3个100公尺呢，基本上我们是不看配速的。为什么？因为呢，其实呢，如果你每一个100公尺都要看配速，你会很累，你要记很多的数字。所以其实呢，通常我们到200的时候，我们就会顺着节奏完成我们的400公尺。那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一条线呢？因为呢，你可能呢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距离的不同，你要跑600公尺，所以你每次的起跑点都会不一样。那你是不是就要知道说每一个起跑点后的第1个100公尺在什么地方？所以在不同的位置起跑，你都要知道你的第1个100公尺在什么位置，以及它的第2个100公尺在什么位置。因为我们要确实的知道，第1个100公尺检视配速，第2个100公尺预估配速，透过这样的方式完成400公尺，让你可以在每一圈的速度当中都保持在一个最稳定的状态。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回到最后的终点。好，到终点呢，我们就会按下我们的右下角这一颗 lap。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配速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不是不稳定的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哈。如果假设你今天的目标配速啊是1圈120秒2分钟5分数的话，每一圈400公尺正负值是不及格的。听起来好像教练只有差10秒，可能没有这么的严重。可是你试想一下，如果10秒乘以2.5，那就是每公里的速度差25秒，这一个配速集距是非常的大的。好，所以记得正负值是不及格的。那如果呢是正负5呢，差12.5秒也是怎么样？只有及格60分。最好的理想是什么？答案是正负2。因为在正负2的同时呢，你可以更好的去做一点微调，来帮助你的配速落差值不要这么的大。那现在呢，我们会提供一个表格给大家。那这个表格呢，上面会有每100公尺的一个时间以及对应的配速。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从7分半开始，就是100公尺45秒，200公尺1分半，300公尺2分15到400公尺3分钟的一圈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一共会操作3趟。第一趟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认识田径场每一个100公尺的距离在什么位置，那同时去感受你的速度变化。那第2趟呢，我们就是去做修正我们刚刚第1趟的一些缺失，然后把它补强。比如说第1个100公尺放慢，第2个100公尺更有效的找到你的目标配速，然后300到400把它维持住。接下来进入到第3趟就是优化，我们把我们修正好的地方怎么样？
更稳定的去把配速在每一个100公尺当中落实。那慢慢的，随着你的训练的量增加之后，你就可以有更稳定的配速能力。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来操作给大家看哦。准备到我们的起点，好，我们准备开始哦 ，Go！ 好，那我们刚开始跑的时候呢，记得啊，一开始如果是7分半的，你一定要记得身体是保持放松的哦，因为7分半的速度呢，好，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快，你可以很放松的去跑。而且大家知道吗？用7分半跑完马拉松，大概是5个小时16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7分半。那所以呢，当我们今天呢开始跑步的时候啊，你的前面保持很放松的感觉，慢慢的跑。那这个时候呢，到第一个100公尺，你就可以看一下手表，哦，45秒。好，那你就可以维持你的配速。那很多人呢，通常是第一个100公尺啊，如果可能太快。第二个100公尺呢，突然的会放慢，就会放慢，然后可能一下看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好像变慢太多了，那我们就一样通过我们的这个点，好，不小心跑了50秒，哇，变慢了，我就赶快再调整回45秒的感觉，好，慢慢的去做到调整。好，当你慢慢发现呢，如果你调整到45秒的配速，进入到最后100公尺的时候，请你呢一定要维持好你的呼吸，维持好你的摆臂，然后继续的往那个100公尺行动，然后记得好的感觉，我们就完成它。记得进入到我们的终点的时候，帮我按下右下角 lap， 就会出现你的分段以及时间。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正负10是不及格的，正负5 60分，我们要的目标是多少？正负2。好，透过第1趟的练习，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缺失，进入到第2趟的修正，第3趟的优化。慢慢的，我们一开始是操作400公尺，你就可以进入到800、1200，甚至更长的5公里的慢跑、10公里的慢跑，一步一步的把你的体感配速建立好。建立好的配速呢，可以让你在比赛当中有更好的体能消耗的状况。不然很多人呢，忽快忽慢的速度都会导致你的体能更快的流失，而影响到你的比赛成绩表现哦。今天的到底跑了没？教大家的就是如何透过田径场训练体感配速，增进你的配速表现。祝你在比赛可以有更好的发挥。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到底跑了没？我们下一集见，拜拜。在路跑赛当中，进到水站的时候就会急停，或者是说你在移动的过程中取水，每次屡都落空。在喝水的时候，因为太急促，导致你的鼻腔有呛到的状况。甚至有些冬天戴手套的跑者，很容易常犯的错误就是直接把手插到水里面，手套湿了就会导致你的末梢血液循环变得不好哦。当我们要进到水站前500公尺，其实你就要慢慢的移动到跟水站呈相对平行的位置，你的眼睛一定要注视你要取的水。那取的方式呢，现在来跟大家分享，有3种方式。那注意哦，在喝的时候要小口的喝，因为如果你的角度太大，水就会进到鼻子。所以我们在喝的时候尽量稍微扬起来就好，不要扬过高。